這支影片來介紹一下我使用中跟外觀相關的一些外掛。Obsidian 的設計概念是以最精簡的核心提供了一個很穩定的編輯體驗，以模組化的設置將功能獨立成交互運作的外掛，透過各式各樣的外掛來擴充操作的功能，並且增加系統的彈性。因此，在了解了編輯語法的 Markdown 標記了以後，我們最好再花一些時間挑選適合自己使用的外掛，如此才能夠輕鬆自如地駕馭 Obsidian， 並且在設定好符合自己最舒適的工作環境以後，這樣子才能夠更加迅速的來寫好我們需要的每一篇的筆記、文件，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記錄。開放能夠形成更強大的力量，蓬勃發展的 Obsidian 生態系統就非常完美的詮釋了開放的本質跟互助的效益。因為我們使用的 Obsidian 工作環境是像積木一樣，由許許多多的外掛聯手來組成的。時間一久，我們很容易迷失在某一個功能到底是由哪一個外掛提供的這樣子的一個茫茫大海裡面。因此建議大家可以比照我的方法，把自己非常常用的外掛跟它的設定步驟都記錄在 Obsidian 的筆記裡面，這樣子方便我們日後可以按圖索驥，快速的可以重新再來做設定，並且有需要做變更的時候，也可以很快的找到當初設定的那一個外掛。我分享的這些外掛呢，是符合我個人的使用習慣跟我自己的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觀眾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參考，不要把它當作是任何的一個標準。自己應該要再花一點時間來為自己的工作環境裝點門面，有了一個比較美觀舒適的工作環境，自己使用起來也會更是覺得順心得心應手。但是不要忘掉了除了這個工具Obsidian 這個工具跟這個 Obsidian 的使用的方法以外，筆記的工作流程跟我們實際上要運作的內容才是更重要的核心，千萬不要本末倒置了。以下我們就開始來介紹我使用中跟外觀有關的這一些外掛。在 Obsidian 裡面跟外觀相關的外掛，我主要把整個畫面區分成了5大部分到時候要設定的這些外掛就是由這5大部分的區域來組成。第一個就是 Obsidian 視窗本身的標題列，也就是我們視窗的標題列。然後呢，左邊的側邊欄，右邊的側邊欄，還有最下面的狀態列，還有我們每一個編輯區的上方的這個窗格設定的位置，大概就這5個部分。編輯區裡面使用到的這些別的外掛呢，下一次再來做分享。在開始設定第三方外掛之前，建議大家先把核心外掛的一些項目給勾選起來。我使用中的核心外掛有下面這幾個，包括檔案瀏覽器、搜尋、快速切換、反向鏈接、對外鏈接、標籤、窗格、收藏、大綱，這一些核心外掛我都有把它給啟用起來。比如說我們右邊側邊欄的這個大綱，就是你必須勾選的核心外掛的這個大綱，它才會出現。所以我們從這幾個核心外掛也可以看出 Obsidian 的設計的一個概念就是它其實也把各個不同的組件也是使用外掛的方法來讓我們可以自行來做切換。那這個其實就是 Obsidian 它核心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基本的重要的功能呢都是由外掛來形成的。那下面我们就先來看一下第三方外掛它提供了哪一些功能可以讓我们來使用。首先我們要先做設定的是這個第一個，也就是我們 Obsidian 整個視窗的標題列中央的位置預設基本上它只會顯示Obsidian 的訊息而已，但是我們通常會希望我目前編輯中的筆記它的檔名能夠顯示在視窗的標題列裡面，這樣好讓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目前編輯中的筆記到底它的檔名是什麼。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Active Note Window Title 外掛來把這個功能給設定好。這個外掛呢，我們可以去指定我在這個標題列上面要顯示的格式大概是怎麼樣子。然後另外呢，就是標題列最左上角前進跟後退的按鈕，可以透過 Pen Relief 外掛讓它加上更多的功能。比如說它会顯示你目前編輯中的這一篇，它是在你的編輯歷史裡面它前面還有一篇，後面還有一篇，它會有這個數字會顯示出來，讓我們很清楚的知道我目前的這個窗格它的編輯歷史是什麼樣。而且我也可以在這個前進後退這邊的按右鍵，它會顯示出清單出來。那有了這個清單，可以知道到底你目前編輯歷史是有哪一些檔案，同時點擊了其中一篇以後，也可以馬上跳到那一篇去因此這個 Pen Relief 呢，可以非常方便讓我們很快的跳到先前開啟過的一篇筆記。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再來制定這個標題列
列，它的左邊、中間跟右邊都可以自己再加上自己的功能按鈕。那這個是透過這個 Customizable Page Header and Title Bar 這個外掛呢，就可以讓我們來編輯左邊、中間、右邊的這個功能按鈕。這個功能可以說是很方便的。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哈。好，我們進入第三方外掛，我現在輸入 Page， 找到這個外掛，點擊選項，你可以看到它上面這個第一個大區域是所謂的 Page Header Buttons， 它指的其實就是你目前正在編輯的筆記的這一篇，它把它稱作就是一個 Page。那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就是一個窗格啦，就這邊你可以透過它來設定窗格上面的按鈕，比如說我的窗格我的每一篇筆記上面，我又把 Pen Relief 的这個返回、前進，還有匯出 PDF 都做上來。同時我有勾選了這個 Pen Relief Count 選項，我也把它啟用起來了。因此我的每一篇窗格上面呢，也會有 Pen Relief 的這個按鈕在上面。我在這個 Pen Relief 這邊呢，我也可以直接點擊 Pen Relief 的完整的功能。那這樣子你就不必到左上角去切換了。比如說你如果好幾個筆記、好幾個窗格同時在編輯的話，你可以直接到每個窗格的上面去點擊 Pen Relief 的這個按鈕就可以了。那這個是有關於 Obsidian 整個大視窗最上面的這個左邊、中間、右邊，我們可以再來透過這一些功能再來做設定。接着我們再來看一下左邊的側邊欄左邊側邊欄其實有兩大部分第一個就是功能圖示的部分，接着呢是我們檔案瀏覽區域這一些按鈕的部分在自定命令上面這你在安裝外掛的時候，它會有一些外掛就會把這個功能按鈕給直接裝到最左側的工具列上面。當這些圖示越來越多的時候，就可以安裝這個 Bartender 來控制它顯示的數量我們就到時候就可以透過拖拉這個選項呢，把某一些功能給藏起來。那這個我們在外掛的說明裡面已經有說明過了那這個顯示圖示顯示的數量呢，可以透過 Bartender 來做。那我們有一些沒有顯示在側邊欄上面的功能按鈕，我們希望把它給加進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Customizable Sidebar 外掛來把它給加上我們需要的命令它就是可以讓我們用 Add Command 的方法把這些命令給加進来。那另外在檔案瀏覽器的部分呢，可以安裝 Bartender 以後，它就會多出2個欄位它可以讓我們在這個排序呢會有一個自定排序的功能，同時我們也可以去過濾需要的出現的項目。那這個是透過 Bartender 就可以來做這樣的設定。目前編輯中的這篇筆記，我想要在我的檔案瀏覽器馬上找到它的話，我們可以安裝這個 Reveal Active File Button， 點擊了以後呢，它就會展開我們的檔案瀏覽器的樹狀結構，同時就找到我們目前編輯中的這一篇它所在的位置，就會馬上可以找到它。還有一個我們常用的功能就是我目前最近開過的檔案它可以在我們的側邊欄裡面加上一個按鈕也就是這個 Recent Files。點擊了以後呢，它最多這邊的設定呢，最多會顯示最近開啟過的50個檔案。那這個50是可以自己在它的選項裡面去做設定的。那還有呢，我們其實是可以把我們很常用的筆記，如果你經常需要開啟這個筆記的話，我們可以用拖拉的方法把它拖拉到這個側邊欄裡面來。比如說，假設我這一篇很常用的話，我可以按着這個按鈕不動，把它拖到這個左邊這個工具列這個位置來，把它放開，它就會出現在我們的左邊側邊欄裡面那這樣來以後，你有需要找到它的時候呢，只要點擊它一下，就可以在這個下面呢，就會顯示出它的一個內容。那通常我們會使用像這樣子的，我有一些功能按鈕呢，可以把它固定在這邊。那我點擊了某一個功能按鈕，它就會馬上執行某一個特定的操作，再把它移回來。接着我們再繼續介紹下面的外掛。在右邊側邊欄的部分我主要就是有新增的這個 Calendar， 因為我有做一些簡單的任務管理的工作。那透過這個 Calendar 呢，我就可以很容易的來建立每一天的每日筆記比如說我在今天這邊還沒有每日筆記，我就點擊一下，我就會再透過這個 Create，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 Template 這一個模板系統馬上就幫我們產生出我今天的這個工作筆記然後我會在這個工作筆記裡面，我會再透過 Tasks這一個外掛來查詢出我所有還沒有做完的這些任務，還有我每一天要做的一些檢查。同時也在使用這個 Reminder 這個外掛，可以把我的這一些提醒的事項呢顯示在我的右側這邊。那每天我就會有一個項目，就是要來這邊檢查這工作的待辦事項，這樣就不會忽略了每一天要做的某些事情。那這個就是在右邊側邊欄特別增加的這個 Calendar 跟 Reminder 這兩個外掛。在狀態列的部分主要就是使用了 Show Current File Paths 這個外掛提供給我的好
處是，當我需要我這個筆記它在檔案系統裡面的完整路徑的話，我只要在它的檔名的位置上面點擊一下，它就會把這個完整的路徑呢複製起來。那到時候我就可以在檔案總管裡面，或者是在 Windows Terminal 的命令行裡面呢，直接複製這一個路徑，可以讓我再去叫用別的命令來做一些別的操作。這個是我使用 Show Current File Path 的一個方法，就是在每個窗格上面的這些 UI 的變動我有做了下面這幾個設置。第一個在最左邊這一邊這個拖拉的圖示Grabber Icon 是在 Style， 如果我們安裝了 Style Settings 的時候呢，把這個 Always Show Grabber Icon 這一個勾選起來，它就會顯示這一個拖拉的圖示出来。檔名呢通常它會顯示在最左邊，但是其實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 Style Settings 說明的這個選項的設定可以把它顯示在整個你窗格的標題列的正中央。這個呢是 Minimal 主題，還有這個選項可以使用。其他的主題的話呢，我的解說文章裡面有提供這個 CSS 片段，你只要把這個 CSS 片段複製到你自己的 CSS 片段檔案裡面，它就會生效了。到时候你这個檔名就可以放到這個標題列的正中央來。那右邊窗格右上角這邊我做的這些設置就是我們剛剛使用的這個 Customizable Page Header and Title Bar 這個外掛，它就可以來做設定了。通常就是會把 Pen Relief 的前進後退也放在這邊。另外因為我的寫的這個文章經常會需要輸出成 PDF 檔，因此我把這個匯出 PDF 也放在這一邊了。這個大概就是我目前整個 Obsidian 跟外觀相關的一些設定。其實也有一些基本的系統功能也透過了這些外掛做了一個比較好的整。那在我的解說文章裡面還有顯示了如何把筆記檔名顯示在窗格中央的這個 CSS 片段， Pen Relief 的這個數字怎麼顯示在我們的標題列上面這個1是要透過這個 CSS 片段它才會有辦法把這個數字顯示出來。那你這一些顯示窗格序號數字的這一個 CSS 也把它放到你自己的 CSS 片段裡面就可以了。解說文章最後面有把這些使用到的外掛的名稱把它列出來，你需要去測試使用的話，你就是在第三方外掛裡面輸入外掛的名稱，就可以把這些外掛給安裝起來。今天就是簡單的介紹了我使用中跟外觀有關的一些外掛，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大家也可以拿我這個分享呢當作是一個修改的基礎，再來擴充你自己使用的一個環境。今天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